今天想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显化里面最讽刺的一个问题。你在成长过程中最悖论的一个位置，很多人在用自己的借口去拒绝成长，拒绝把那部分自己丢弃的自己拿回来的时候，因为去面对这部分的自己实在是太痛了，看到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实在是太痛了，他就会去说，虽然我想离婚，但是现实条件根本不允许我离婚，所以我也不可能离婚。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说只能怎样怎样怎样，或者说就会说类似于我从小的生活条件就跟你们不一样，很多信念在我这儿就是根深蒂固，我根本就无法改变，我也不能改变，所以就只能在这个基础上我怎样怎样怎样。他们在强调着自己以前的故事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说这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无法改变，而是这些东西他们无法正视。所有这些你觉得无法改变的东西，背后都藏着一个你觉得无法动摇的限制性信念，一个错误的想法。你一直都在用着这个错误的想法来攻击自己，但是这个感觉实在是太痛了，太疼了，你根本不敢看这一部分。所以说你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把这个伤疤揭起来的时候，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你本身就没有伤疤，只是你觉得你那个地方是受伤了，你误以为那个地方受伤了而已。但是你是神，你怎么可能受伤呢？你就会为这个事情找各种借口来掩盖它，来说它不能改变，来说这是根深蒂固，来说这是所有的什么怎么样，然后总之结论就是无法改变，所以我会不如不提，所以不如就从这个基础上咱们再去干别的，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其实为什么你会这么抵触这方面的事情呢？你为什么会这么根深蒂固的觉得这些无法改变呢？那一定是因为它是一个你很根源的错误想法，一个很根源的限制性信念。这个限制性信念如果被你正视了，如果它消失了，那你的头脑会失去很大一部分它去控制你的力量。所以你的头脑会找出很多的理由来让你相信这部分的自己是没有办法面对的，没有办法处理的。在你也这样相信了之后，那这个问题它就会这样存在着。但是最悖论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你根本不需要解决，你没有任何需要解决的事情。在显化这个过程中，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看见自己创造了什么，看见自己相信着什么，看见自己到底在做着什么，这就足够了。每次你在看见的时候，你就已经跟之前的那个自己产生一定的距离了，你就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自己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的大脑那么极力的阻止你去看见的原因。以前的我们的大脑就是利用着这些错误的想法，这些限制性信念来控制着我们的行为，控制着我们的思想。他用自己当牢笼，把我们限制在他里面。但是当你忽然跟他能产生距离的时候，他就会死去，他就控制不了你了。所以他一定会拼命挣扎，不让我们试图去看见，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但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就是灵魂，我们本来就是神，我们在是灵魂，在是神的这个状态，我们只需要选择我们是谁，不需要改变之前的所有一切。只有大脑才会觉得所有的一切需要改变，他也一样会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力量，这是他自然会产生的想法。但是我们是灵魂，我们是神，我们只需要做的就是选择自己是谁就 OK 了。在你能看见自己之前的这些想法的时候，你就可以不再选择这些想法了，不再认同这些想法了。在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已经是另一个人了。脱离出来之前的角色，再去选择一个自己想要的角色就可以了。还需要做什么吗？还需要改变什么吗？